面對經營危機嘅富士電視台，為咗解釋中居正廣同女性糾紛問題，而先後喺1月17號舉辦咗半封閉式記者招待會，23號舉辦咗公司內部說明會。但呢兩個有社長廣浩一出席嘅說明會，亦都唔能夠為大眾作出滿意嘅回應。而已經撤回廣告嘅贊助商，亦都冇改變決定。為咗解決問題，富士電視台就決定喺27號下午4點舉辦另一個公開形式而且冇限時嘅記者招待會。最終去到第二日嘅凌晨2點先至結束，長達10個鐘頭。而且開始嗰陣時，社長廣浩一同埋會長加納修治宣布辭職，令人感到事件嚴重。繼之前2集嘅介紹，今集睇睇富士電視台喺記者招待會裏邊點樣解釋事件，記者問咗啲咩問題，而社長等人點樣作答。先講一講結論，記者招待會之後，大眾仍然感到不滿，而且經過2次記者招待會，並冇贊助商表示恢復廣告，有一啲表示富士電視台說明不足，亦冇提出到對保護人權嘅具體對策。唔知道失去大量贊助商嘅電視台可以維持經營到幾時？為咗解釋中居糾紛，廣社長舉辦咗總共3次記者招待會或者說明會，佢竟然喺第3次嘅記者招待會裏邊無意中透露咗當事人嘅資料，不過去到最後都冇辦法俾大眾一個合理嘅解釋。1月17號嘅第一次封閉式記者招待會喺第1集已經介紹過，喺呢度就先簡單介紹23號嘅內部說明會，之後再詳細講解27號長達10個半鐘頭嘅馬拉松式記者招待會。因為富士電視台嘅員工唔少都就中居糾紛而感到不滿，所以要求高層解釋。社內說明會歷時長達4個鐘頭，網上同埋現場合共有1100個員工參加，佔全部員工1200人裏邊嘅90%以上。有一點要先強調，有關中居糾紛嘅報道係嚟自周刊雜誌嘅女性 Seven 同埋周刊文春，可信性令人質疑。但社交媒體上面，記者仲有員工都造成一股富士電視台係加害者嘅氣氛，因為報道裏邊受害者 X 子並冇透露身份同埋具體受害內容，亦唔係刑事事件。喺社會氣氛之下，就算富士電視台真係同事實冇關，但喺立場上難以作出強烈否定，亦因為電視行業一啲壞風氣，所以要作改善，受到指責亦都難以反駁。社內說明會由當日業務結束之後下午5點半開始，頭35分鐘係加納會長同埋廣社長說明情況，餘下嘅時間就回答員工總共217個提問。問題主要係關於中居糾紛、要求高層離職、對公司將來嘅不安，仲有對17號記者招待會嘅疑惑。關於對公司將來嘅不安，即係關心事件對工資嘅影響。加納會長表示公司有一定積蓄，短期之內唔會有問題，希望員工可以放心。補充少少，富士電視台2023年度嘅營業額有2382億日元，相等於大概15.5億美元，大概80%係廣告收入，平均每個月有160億日元。即係如果事件冇辦法解決，令贊助商重投廣告，每個月大概損失160億日元。而2024年公司嘅純利係36.3億日元，大概相等1個星期嘅廣告收入。雖然廣告收入裏邊唔單止係電視播出嘅廣告，但金額亦都唔可以睇少。估計2024年度嘅業績會轉為赤字。而有關對集團整體嘅影響，會喺日後介紹。有關對記者招待會嘅疑惑，有員工表示封閉式舉辦記者招待會，簡直係身為傳媒嘅自殺行為。亦都有員工睇到會長同埋社長作答嘅表現，如果喺27號亦都作同樣嘅回答模式，一定會引致嚴上，令大眾不滿。最後就介紹中居糾紛，員工問及廣社長喺事件發生之後唔係好耐就知情，但去到2024年尾嘅1年半，不單止冇停止中居現有嘅節目，更安排新嘅節目俾佢。可惜廣社長冇回答原因，只係話自己應該將富士電視台同埋中居正廣保持距離，但係自己就做錯咗。呢一個錯誤喺27號嘅記者招待會亦成為焦點，亦都係各個贊助商因不滿有關人權措施而撤回廣告嘅原因。
1月27號下晝4點開始開放式嘅記者招待會。呢一次除咗准許有交出卡片嘅記者入場，電視台仲有作全面廣播。電視台出席人數加至5個，有母公司富士媒體控股嘅金光修社長、富士電視台加納修治會長、遠藤隆之介副會長、廣浩一社長。喺開始嗰陣時，加納會長同埋港社長宣布辭職，而新社長係第5名出席嘅清水賢治，喺28號就會正式上任。佢喺1983年入職，曾經作為監製負責製作 IQ 博士、櫻桃小丸子、奇天烈大百科等等嘅動畫作品。同擅長綜藝節目嘅港社長經歷好唔同，亦比佢年輕8年。母公司董事局商量咗之後，就將佢由母公司嘅專務調職成為富士電視台嘅新社長。專務係董事局成員之一，協助社長處理經營同埋日常業務，但係比較偏重於經營。佢有豐富嘅製作現場經驗，由2019年成為電視台嘅董事，有相當嘅經驗，相信會更全面咁樣處理呢一件事件，仲會引導電視台更新。除咗社長交替之外，喺呢段影片裏邊會將焦點放喺4個重點：保護私隱而無法追究事件、指明記者不公平、默認受害人遭性侵，仲有持續起用中居正廣。呢一啲重點都反映咗富士電視台對呢一次事件嘅取態，亦都同日後調查事件嘅方針有關係。先講一講保護私隱而無法追究事件。喺事件嘅性質上面，保護受害者私隱係重要嘅事項。無論受害者有冇同中居正廣簽署和解合約，同埋收取9000萬日元嘅和解費，只係靠周刊嘅報道，未有當事人嘅許可，同埋警察或者法庭公開資料，係唔可以具體描述受害者同埋受害內容。但呢一次記者招待會嘅關鍵係受害內容。如果受害內容係冇侵犯人權，或者只係私人爭執，富士電視台根本唔需要負上任何責任。記者不斷追究受害內容，睇睇呢一段由自由記者橫田增生嘅發問。不一致だったのか一致だったのかちゃんと答えなきゃみんな見てますよ。でももし一致ならね、もし一致してたならばその時ここに僕ら集まってないわけですよ。佢感到好憤怒，亦都提出一個好重要嘅論點，就係如果受害內容唔係性侵或者侵犯人權嘅話，根本冇必要聚集咁多人，以無限時嘅方式嚟進行記者招待會。佢暗示咗富士電視台有呢一個安排，唔以性侵或者侵犯人權嚟做前提，根本就講唔通。不過另一方面，富士電視台就算知道內情，亦都唔能夠透露，只可以話保護私隱，而唔能夠作答。加上其實記者招待會嘅第一部分係由電視台董事作解釋，係現場直播，但之後回答記者問題嘅部分係延遲10分鐘先至播出。咁即係為咗如果內容涉及私隱，就會將相關內容嘅聲音刪去而唔播出。結論就係呢一個記者招待會冇乜重大嘅意義，因為問題嘅核心唔可以追究，之後所有相關事情討論嚟都冇用。另一方面，可以話富士電視台係迴避問題，但保護私隱係道理。就算記者點樣發問同埋追究，富士電視台都有正當嘅理由唔作答。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就造成咗默認受害人遭性侵嘅問題。因為唔以呢一個作為前提，大部分問題都變得冇意義。啲記者就以呢一個前提，甚至連富士電視台亦都有相同取態，暫時假設受害者有可能遭到侵犯人權，而回答記者嘅問題。喺呢度整理一下事件嘅背景，角色分別有中居正廣、高層職員 A 氏、受害女性 X 子、周刊，仲有富士電視台。而家中居正廣表示同某女性發生咗糾紛，但已經得到雙方和解並且已解決。受害女性 X 子冇主動露面發言，周刊就聲稱同受害女性 X 子接觸，揭發咗受中居正廣性侵，同埋收咗9000萬和解費，簽署咗保密合約，但仍然感到不滿。富士電視台就表示高層職員 A 氏與中居同受害女性 X 子嘅約會係冇關係，亦都冇參與到。就以上5個角色嘅發言，可信嘅只有當事人，即係中居正廣同埋受害女性透過周刊發言一致嘅部分，而只能得出以下嘅結論，就係中居正廣同受害女性 X 子發生過糾紛，而糾紛得到某程度嘅解決。因為中居正廣嘅發言係回應周刊，所以周刊嘅內容同中居正廣發言一致嘅部分，可信性就比較高。其他事情根本未經證實，唔可以盡信。但唔少記者採用咗周刊嘅內容，
斷定富士電視台高層職員 A 氏主導中居正廣同埋受害女性 X 子嘅約會。但富士電視台喺記者招待會裏邊表示 A 氏同中居正廣糾紛冇關係。由此可見，周刊嘅文章受大眾接受，而且大眾唔太理會文章嘅可信性，亦唔太追求當事人實際嘅發言同埋其他證據。所以呢一個富士電視台經營系列第一集已經強調，大眾睇咗周刊一啲片面嘅報導，陷入咗名偵探柯南模式。可惜大眾唔睇重證人同埋證據，所以佢哋追尋嘅唔係真相，而係唔需要負上責任嘅娛樂。所以包括部分記者過分相信周刊嘅內容，係而家日本嘅社會風氣。呢一種風氣竟然成為富士電視台金錢上同埋信譽上嘅損失，實在令人感到心寒。補充一點，周刊文春喺10個鐘頭記者招待會之後，喺網上面發表咗定證文章，指引致中居糾紛嘅約會，高層職員 A 氏並冇參與，係中居正廣主動約受害女性 X 子。如果事實係咁樣嘅話，中居糾紛就係私人事件，同富士電視台冇關。但周刊文春表示呢一次約會係之前中居正廣 A 氏同埋 X 子有份參加燒烤會嘅現場， A 氏唔係完全冇關係。無論周刊文春點樣定證，冇確實證據嘅內容並唔可信。喺記者招待會裏邊，記者問及會唔會因呢件事而向周刊文春作追究，港社長回答冇呢一個諗法。跟住就講一講指明記者不公平。呢一次記者招待會以開放形式進行，接受任何人去現場參加，總共有191個媒體，437人參加，實際的確係開放形式。但當問答部分開始咗一段時間，獲指明而發問嘅記者主要係自由記者同埋網上媒體嘅記者。比較大型嘅媒體係報道財經為主，其他例如 NHK、日本電視台、TBS、朝日電視台嘅記者喺10個鐘頭裏邊只有少數獲得指明。記者招待會冇時間限制，所有舉手嘅記者都可以最少獲得1次發問機會。去到最後，所有舉手嘅記者已經發問咗，司儀先至宣布結束。呢一個情況係偶然定係故意，就難以定論。自由記者引起咗一個問題，就係喺發問時間裏邊發表自己嘅感想，並唔係代表大眾，而唔係盡記者嘅職責去發問。部分記者用咗3分鐘先至問到一條問題，其中一個自由記者就用咗半個鐘頭。但去到最後，因為要保護私隱，所以10個半鐘頭裏面只有少量新資訊，記者們未能善用時間同埋發揮能力，造成記者形象受損。反而成個記者招待會只係休息咗一次，富士電視台高層全程出席同埋作答，顯得筋疲力盡，得到部分人同情，甚至有人體恤富士電視台。不過可能疲勞關係，港社長喺回答嗰陣時透露咗一啲唔應該透露嘅內情。其實社長喺回答其他問題嗰陣時，提及到有關向受害女性嘅問候同埋跟進病情。如果佢唔係自己公司嘅員工，好難有經常接觸同埋跟進嘅機會。睇睇呢一段影片。ちょっとなんかA に関する。另外，港社長提及 A 氏嗰陣時，講咗一半佢嘅姓氏就係中之，估計係中島優一監製。其實受害女性同埋 A 氏嘅身份已經喺社交媒體上面流傳，經過社長無意中嘅透露，咁就證實咗當事人嘅身份。最後講解持續起用中居正廣，港社長回答記者話喺2023年8月已經知道中居糾紛。記者追問點解富士電視台唔終止中居嘅節目，呢一個疑問就以默認受害人遭性侵為前提，而港社長亦站喺呢個前提，話自己處理不當，冇即時揾機會終止中居嘅節目。不過再諗一諗，社長話 A 氏同事件冇關，咁就冇理由終止中居嘅節目。要作合理解釋，只有受害者係電視台嘅員工，而糾紛唔係私人之間嘅問題，而係涉及侵犯人權。不過以上都係一個推測。講返持續起用中居正廣問題，港社長處理不當係導致贊助商撤回廣告嘅原因之一。港社長解釋，如果突然終止中居嘅節目，可能令觀眾懷疑中居發生咗問題。但喺佢知情嘅2023年8月，至到周刊揭發中居糾紛嘅2024年12月，有近1年半嘅時間。而中居主持嘅冠名常規節目《松本中居》
因為另一個主持松本人志因暫停活動而退出。呢個時候社長有機會結束節目，但佢冇咁樣做，將節目改名做誰かと仲良い，變成以中居為主嘅節目，繼續播落去。另外喺呢1年半裏邊，富士電視台喺特備體育節目裏邊有起用到中居，咁樣就反而會刺激受害女性。富士電視台呢一個做法，記者認為電視台係為咗利益或者擁護中居，而忽視受害女性嘅感受。有關記者招待會，仲有唔少問題發生。結束咗之後，冇贊助商表示會恢復廣告，咁樣就表示咗記者招待會冇成功到。到最後，富士電視台未能提出具體解決懷疑侵犯人權問題嘅措施。對於富士電視台嚟講，要證明中居糾紛冇侵犯人權或者同自己公司冇關，可以算得係魔鬼嘅證明。一般嚟講，司法有無罪推定原則，就算唔係刑事訴訟，亦都唔應該喺冇證據之下定罪。但要挽留贊助商，就要證明自己冇罪。睇嚟富士電視台要行一段非常崎嶇嘅路。